让美国买法国潜艇送给越南对付中国，这种安天下的妙计是要赔谁的夫人折谁的兵啊！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这病急乱投医啊，就容易吃错药。现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在防务协议还有这个核潜艇这事儿上，算是已经吃错药了。美国呢，原来是想借澳大利亚对付中国，所以要给澳大利亚核潜艇技术。澳大利亚想的是什么？自己要学会造核潜艇，光靠买还不行。为什么呢？要给自个儿造船厂揽一笔生意，还要培养自己队伍。所以呢，美国跟澳大利亚是一拍即合。而且今天呢，我们要尊重一下法国意见。由于英国是美国小跟班，我们今天就不说英国了。反正呢，这碗药灌下去之后，美国、澳大利亚是越发的亲热了。但是横刀夺爱这种事儿，肯定是要惹恼为了浪漫敢于决斗的法国。法国已经跟欧盟说了，这事儿哪是打法国的屁股啊，分明就是打欧盟的脸，要求欧盟不再继续和澳大利亚进行相关的贸易协商。拜登一看法国真急了，赶紧说要打电话约一下马克龙。马克龙也说了，英国、法国的国防部长会议必须取消，过2天真打电话那可以。拜登，你必须给我说清楚，为什么这么朝三暮四、水性杨花？马克龙现在正在气头上，说出话来肯定是如狼似虎啊！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有一位经常在各个媒体上写政论文章的35岁的民间谋士，叫汤姆·罗根，又写了篇文章发在网上，算是给拜登献了一条妙计。说这条妙计可是一箭三雕。这个计策呢，说起来其实就一句话：美国掏钱把法国原来要给澳大利亚的潜艇买下来，赠送给越南。怎么说这一箭三雕呢？首先你看，法国生意黄了，900亿澳元订单没了。那么美国接手把这批潜艇买下来，法国经济上就没吃多大亏。马克龙这边呢也能挽回面子，拜登就能拉回法国这个传统老盟友。不然的话，法国那个外交部长会继续煽动法国国内的反美民粹主义，中国呢肯定会用投资协议这种事儿继续拉拢法国，所以千万不能让反美势力在法国得逞。第二呢，还能够增强一下美国跟越南的关系。上次美国这个副总统哈里斯去越南访问的时候，越南就不是很给哈里斯面子。这次送给越南一大批先进的法国潜艇，看看越南人会不会给个笑脸。第三，只要法国和越南关系都摆平了，还能拉着他们一起到南海转一圈，表个态，给中国添添堵。说实话呢，这要是20年前，可能还真是个妙计，因为这个主意一出，我们这边呢也没什么招数。不过今年要是这么干的话呢，也就是把孙尚香嫁给刘备的水平了。法国损失的可是900亿澳元的订单呢，那折合是650多亿美元。美国海军还有美国陆战队2022年的整体预算才2117亿美元，你让拜登随随便便拿出650亿美元买法国潜艇塞给越南，这笔银子可相当于美国海军还有陆战队全年预算的1/3啊！美国国会能不能掏得起？海军和陆战队会不会眼红啊？而且就算真给了越南又如何？越南这段时间连续向中国表态，说任何人都无法挑拨中越之间的同志加兄弟关系，说明越南更信任中国而不是美国。这个时候，如果美国是疯狂的加强自己海军建设，没准用自己的实力还能迫使越南有点摇摆。可这个时候，如果大力度的向越南献礼献媚，反而会让越南看出来美国你没有底气，不得不拿这么多钱来贿赂我。那么拿了美国送的潜艇，越南反而会更加相信中国具有深远的影响力。我也相信拜登政府会急需一些手段去尝试恢复一下美国跟法国的关系，但是肯定不会按照这个36岁小男孩说的这么干。这个汤姆·罗根如果在美国也能给政府当智囊，那无非就是告诉拜登，大王该吃药了。好，关于这些美国的野生国师、民间智囊，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